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颗从新北市来的白色 W123的2301的4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265920。那在整修之前，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它的出油的状况。那标准的出油量大概应该会在160、170之间。那我们来看看，经过30年以后呢，这颗分油盘它因为油箱的污染堵塞所造成的引擎不顺、供油不足的现象。那因为油箱就好像我们30年的顶楼水塔，里面一定有很多脏的东西。那油箱呢，就是有汽油的胶质那再来就铁锈再来还有加油站的沙子，那造成我们的油箱不干净，把我们的整个喷射系统都污染了。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好，开始。那标准的出油量应该会在160、170之间。因为经过30年使用之后呢，它堵塞这是自然现象。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它在堵塞之后呢，它的出油量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之后呢，等张大哥做了这个分油盘的拆修，然后整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会达到厂方要求的160、170之间。因为分油盘其实它并没有坏，它就是堵塞的自然现象。因为这个年份的老宾士呢，它的引擎几乎耐用50万公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油时间到，但是因为油路关掉电源，因为油路的不干净，造成我们的供油量不平均或是不足。OK， 我们来看看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45，第三缸130，第三缸135，第二缸135，第三缸138，第四缸135。那跟厂方要求的160、170，它大概135的170差了大概40 ml 左右。那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的引擎的稀薄燃烧，引擎可能会过热，加速无力。等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出油的状况。这颗编号265920的宾士 W123的2301，从新北市来的白色 W123的2301的4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呢，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平均都落在130到140左右。那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60到170。那这个是代表它的经过30年的使用之后呢，油箱把我们的大油道分油盘机械喷式的分油盘，这个分油盘的
带有到堵塞了经过大哥拆修之后我们来看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预期要求的160、170之间。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经过30年之后呢，我们的油箱里面充满了胶质、铁锈因为还有就加油站的沙子我们30年的车子就好像30年的水塔里面有很多脏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跟5年或10年的二手车来做比较，因为油箱是金属的我们油箱承担了很多的汽油杂质自然就会产生这个是自然现象所以经过我们整修过之后呢，因为这个分油盘它并没有坏，整修过之后呢，如果油箱不污染的话照理说应该还可以再使用20年不堵塞吧，因为它并不是故障，它是因为它堵塞所造成了我们这个现象。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65，第二缸155，第三缸160，第四缸165。那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样看下来，它平均的出油量都落在160左右。这符合厂方的要求的160到170之间。那这个如果以误差率看下来，有165，有160的，就大概误差应该在3%以内了所以成绩相当优秀了。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这部 W123的2301。白色的2301从新北市来的这个插压阀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插压阀目前是没有通电状态。那它没有通电状态的时候，它的压力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大哥把电源打开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大概已经接近4公斤左右了。那在没有加热的状态，也就是说在冷车的状态呢，它的压力应该要在2公斤以下，1.5到2公斤之间。那经过引擎发动以后，等于说它已经开始加热了大哥现在是把那个他把它供电拔掉它引擎没有发动，没有加热，它的压力太高了，应该在1.5到2公斤左右。那经过引擎发动以后呢，它压力才会上升，大概在4公斤左右。那它现在引擎还没有发动就已经在4公斤了，那代表它加热之后呢，也会在4公斤左右。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达到冷车我们油气要加浓的这个效果目前这个插压阀是这个状态。那大哥必须要去整修，因为它里面的机件已经故障了。那也有一部分是堵塞了，还会造成这个现象。等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它冷车还没有发动的时候，也就是没有供电的时候，跟供电完成大概3分钟左右它的压力的差别。这颗加热阀大哥已经是整修完成了。那它在整修之前呢，因为它故障堵塞，那在还没有加热的时候，它的这个压力大哥打开电源我们来看看，它现在在还没有加热的时候，它的压力应该大概在2公斤左右那加热
完成，也就大概引擎发动啊，引擎发动就等于说我们这个有供电啊，供电之后大概3分钟，它的压力就应该要上升在4公斤左右。那因为这个压力差，使得我们的整个系统的供油会增加改变，那达到我们供油的目的。因为它在1985年之前，它没有电子的加农装置，所以说它必须用这种很机械式、很传统的机械构造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因为我们可以看这个30多年的这个加热阀，它也没有坏，因为它可以整修，所以说我们无形中省下了不少钱。我们只是把它整修调整，就好像加油站的那个度量衡要校正一样。目前我们看到它没有引擎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压力大概在2.2左右。那加热之后呢，它应该会到4公斤。我们等加热的完成的时候，大概3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压力变化。我们来看看，经过大概3至5分钟之后呢，就引擎在发动，它已经在正常供电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压力刚刚在冷车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它的压力大概在2.2公斤左右。那经过大概3至5分钟加热以后，引擎发动以后呢，它的压力已经大概在4公斤左右。因为这个压力差，使得我们达到冷车的油气加浓的效果，代表我们这颗加热阀已经整修完成了，调教完成，而且我们看到这里有大哥的签名，因为大哥必须要对我所处理过的东西要做负责。这个就是整个加热阀的正确的做动的压力改变的范围。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 W123的2301编号265920的4缸分油盘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测试这颗分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很平均、很稳定？如果不平均，如果出油量不平均的时候，它就会造成怠速的抖动所以这个阶段的测试是绝对重要的大哥希望它的误差能够尽量控制在越小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这个测试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65920的新北市来的白色 W123的2301的4缸分油盘完修之后的第2阶段的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190、195，第2缸190，第3缸190，第4缸19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是从190到195，有5 mol 的误差。那以190的出油量，它的误差大概在3%以内虽然成绩相当优秀。那这个分油盘目前已经完修了。因为这分油盘它并没有坏，它是堵塞，经过30多年的使用，它堵塞了。那经过整修过之后呢，我们要保护，确定我们的油箱没有在污染。它应该在保用20年没有问题。那老车的话，超过30年的老车，第一个记得我们的汽油泵浦旁边的汽油滤芯一定要跟引擎室里面的机油滤芯要同时更换。
以保证我们的分油盆不要再被油箱的杂质、铁锈，还有沙子以及这个汽油的胶质所污染。第二个，因为老车的气缸都会积碳，积碳的话我们应该要加一级的辛烷值，也就是用95的汽油是最理想的。那再来积碳的现象呢，大哥倒不建议说去做这个清积碳的动作，我们只要偶尔跑一下高速公路，把表层的积碳清除掉。至于成年的老碳，你怎么刮也刮不掉，除非把引擎拆下来大修，把气缸把它积碳刮掉，这个是没必要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车子，保证我们这个老的油路呢能够顺畅，不要再有堵塞的现象，因为油管也会堵塞。油管我们没办法清所以说我们尽量不要让它积油垢在里头。1个礼拜能够发动1次，能够把车子开出来活动，当然是最好。老车不怕开，就怕老车不开就把我们的油路、把我们的机件都锈坏了。好，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